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岳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科技力智库执行长吴令祥老师。思敏好，观众朋友们你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聚焦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当中，打的正是最激烈的时刻。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场贸易战哦，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我们的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确实哦，现在呢，中国大陆已经停买美国的大豆了，但是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巴西则是趁势的崛起，狂赚来自于大豆的钱。南美现在满仓出货，川普现在喊他要针对这一场战争做报复，但是美农会崩溃吗？川习会上面，川普这一次会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包括了稀土、大豆等原因，来特别软化他的态度呢？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受惠的除了有巴西跟南美洲国家之外，我们也要来看到澳洲也是这一次的贸易战的受惠国，尤其是在针对牛肉的出口哦，现在呢，澳洲出口量针对中国是暴冲了65%，一口气赚进了超过2000亿元。贸易的版图现在全面洗牌，美国还能翻盘吗？这是第二点。最后我们来看到哦，在这场贸易战之后，几位来自于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都痛批川普说，他的贸易战是史上最大的自残行为。这一场川习会能够止血吗？还是让美国跌得更深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贸易战点火，在中国正式宣布零采购来自于美国的大豆之后，14日川普的最新发言，他怒批哦，北京你的行为已经构成经济上面的敌对行为，并且警告北京啊，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考虑全面终止进口中国的石油跟其他相关的贸易往来。来看到大陆怎么做回应，这是商务部的最新回应。他说没关系，打奉陪到底，谈大门也会敞开，并指出呢，美国你现在问题可大了。大豆正值你的丰收季，但是你现在却没有地方可以做销售，尤其你的仓库还是整个爆满的。反观在南美的港口，大豆船一艘一艘的开进大陆里面去。来自于央视的新媒体，这个是玉渊谈天的最新数据，我们赶快来看到，今年1到9月，他统计了。美国的粮船靠港次数一口气暴跌了56%，原本大概是72艘，剩下32艘。从7月份之后开始是直接挂零的。反观在南美洲国家，现在呢几个国家每艘靠港的船只大约每月达到40艘，90%都是装满大豆的。这些大豆来自于阿根廷、巴西跟乌拉圭。我们也来看到玉渊谈天做了最新的这个图哦。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一条线，其实就是今年1到5月。美国的船停靠中国的这个船只的港口数量，可以看到一开始都还有零星的一些数量，但是从7月份开始就已经看不到任何美国的船只了。白色这一条线则是中南美洲国家靠港的这个船只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船只几乎是每月达到38到40艘左右的一个数量，是大举的增加了。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大量的增加当中，受惠国之一就是巴西了。它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只课征3%，所以巴西对中国的出口是一路飙升的。尤其从2017年，尤其川普上任的第1年之后呢，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的进口量从50%，更是一口气暴涨到75%，至今已经稳坐了全球黄豆超级大国的一个重要的宝座。美国的市调机构是这样说的：如果一直到11月前，中国还是不愿意恢复对于美国大豆的这个进口的话，那么美豆损失将会高达1600万吨，包括了美国大豆协会已经说了，是前所未有针对美农的一个金融危机。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岳老师怎么看了。我们来看到川普封杀中国，结果让美国农民现在变成最大的受害者吗？川习会上，川普有没有可能接受软化的一个态度呢？那目前打到现在，中美关税战谁占上风？美国的农民的确是最大的受害者。大家要了解，美国农民其实生活很优渥的，最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社会。在这种地大物博的社会当中的话呢，他们农产品主要就是出口，而出口的话呢，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这个农产品是需要经过检疫的，而且要检查里面的每一粒大豆里面所含的这种基因，尤其是所谓的这种基因培育的这种食物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那我这边的话呢，分成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的话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整个大陆的商务部里面的用语已经改变了。以前的话呢是谈敞开大门，一直在谈，直到最近打是奉陪到底，现在完全倒过来了。现在先讲打奉陪到底，要谈的时候我们再敞开大门来谈。这表示说呢，大陆已经完全做成了要打这场贸易战，而且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把这个打放在前面的。再者的话呢，就谈到巴西。我这边要谈到巴西的话呢，要讲几件事情。我自己深深的觉得，其实的话呢，巴西跟中国学了很多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的话呢，有关于贸易战的时候，像是下围棋一样，一步一步把你围死。美国的话是打梭哈的，一来就叫牌一下全说了这个就是里面之间的差别现在那个巴西的情况下来讲，我们现在讲巴西的大豆完完全全卖给中国，不单是大豆牛肉铁矿什么，通通都往中国走。大家要知道，首先第一步的话呢，那个川普非常嚣张，巴西是基本上的话是美国这个顺差国，居然要喊到50%，理由的话呢，就是说是纳索瓦罗是跟川普是好朋友，就是基于私人的恩怨要干涉巴西的司法。那巴西本身的总统鲁拉的话呢，就不吃这个气，就很低调的讲所以说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故意中计，然后呢听中国的安排。为什么要听中国安排？要从中国进口，尤其是大豆。大家知道黄豆、小麦、玉米加高粱才是真正的这种地大物博的国家，包含巴西、美国跟阿根廷出口的东西。那单谈到大豆，就是因为大豆的收成期到了。第二步的话呢，中国马上80%全部从这个巴西进口，然后现在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呢，马上见风转舵，降低关税，就是从阿根廷进口。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粒大豆都没有进过，这是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要知道，进口农产品的话，他们要签长期的约，不可能说是农民贷款以后只卖1年2年，一签起码10年。所以美国的农民是惨的，大家难过的不是今年而已，大家难过的是未来。所以这一场贸易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豆的粮食大国，因为中国的转向让巴西这一次一举成为了全球的这个黄豆大国。那是不是除了是打这场贸易战，重点是这个粮食新秩序也重新改变了？汉庭怎么看？还是先从前面川普开始来说，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占便宜了还不够，出门不捡钱就算亏，甚至粪车从家门口运过都要尝尝咸淡。这就是他交易的艺术。那中国大陆就说：“你这边赚着我的钱，还要砸了我的锅，吃完了软饭还要骂厨子，然后还逼着我买你的大豆，好像是你在帮助我。那当然，现在闹翻了，你就一粒都别想。你现在说谢谢都太晚了。”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说，美国大豆协会的主席哭着说，今年种大豆亏了75万，然后现在每天看着仓库里面的大豆在哭，连化肥农药都买不起，要找银行贷款。这个人还是大豆协会的主席，都混成这副德性了，那其他一般的农民怎么办呢？而且这些农民都是川普的铁杆粉丝，都是 MAGA 的信徒，天天盼着美国能让自己再次伟大。结果没想到川普一上台就给他们的礼物大豆卖不出去，所以这下子呢，天天都在抗议，要狂骂川普。那早知道还不如选条狗啊！那么中国大陆的这边应对就堪称是教科书级的供应链重组的案例。它的核心可以概括成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这个转移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套精密的组合拳。第一，它其实是供应链的深度绑印。我们单纯看到大陆从巴西进口了更多的大豆，但不仅在买大豆还有投资巴西的港口、仓储和铁路，还有各种的升级，桑托斯港把它的吞吐量大幅的加大，还推动了两洋铁路等战略项目，所以从根本上来优化它的物流。而第二，过程当中也在推行去美元化，比如说跟阿根廷等国的采购协议当中，大量使用本币结算或者人民币的互算协议，避免了美元的汇率风险，也动摇美国的金融霸权。再来第三，大陆内部自己也在国内增产跟技术自主不断的推进大豆振兴计划。2025年的播种面积目标要高达1.2亿亩，而且还要透过各种的科技赋能不断的提升它的自产率，来形成对美国的战略缓冲。
那么每周季刊这2天最新的一则报道，中国对拉美的新策略就指出，这是整个供应链结构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一般都觉得那可能未来当中美关系和缓啦，那这个交易就能够再度回升。可是，一旦大陆跟南美洲它已经建立长期的购买，或包含它的整个航运链、船班、保险、港口、卸货安排，什么都好了。这所有的一套运作体系都顺畅，即便未来政治缓和，要再把需求切换回来，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好，同样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干哥怎么看这个大陆这一次的精密组合拳，是不是重新也是确实改写了粮食新秩序？大豆一向是很重要的大陆的民生物资，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靠大豆生存下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从7月开始，一艘美国船都不来了，哇，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乌拉圭进口啊，最大的是巴西啊。刚才岳老师讲过，你知道现在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巴西的大豆源源不绝吗？便宜嘛。东西呢会比美国差吗？不会。经过检验的结果发现，巴西的大豆有时候会受到那个气候的影响，有时候真的太热了，你知道吗？但是巴西的大豆其实凭良心讲，它的稳定性不错，而且呢，它一吨少21美元呢，可以少这么多啊！那要是买这个100万吨的话，那是少多少？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你猜不到，它竟然可以从5年前只占50%，到现在占了75%。那每个月有来自这3个国家的靠船多达40艘，所以中国非常需要大豆才能够支撑起民间民生的这些企业，很多比如说酱油啦，很多豆制品啊，都必须从大豆来萃取，所以需要的量非常大。美国大豆协会很少见对国家，因为什么？大豆那些豆农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真的很少见发声明。对，他们说这个不是一个公益的行为，你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豆农现在我们还有最后期限，其实大家都在等待说，我们还没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可以再翻转，为什么？那就是11月中，11月中只要这1600吨大豆卖不掉，那就真的连饲料或肥料都做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够再仓储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国豆农的真正的心声跟难处。我相信川普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正在拿他的国运跟他自己的一套行事的方法来跟整个制度对抗，以及跟中国对抗。那等于是他在历史上想要留下他的一席之地跟他的名声。不过我认为到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是好，这一场贸易战打到现在，所以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这个10月底、11月的时候，到时候的川习会能不能川普为他们的豆农谈出一些比较好的消息，谈出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否则这些大豆真的就是烂在田里面了。现在除了美农非常的担忧之外，其实呢受到影响的还有美国的牛肉。那另外一个得利的国家，它其实就是澳洲了。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我们来看到澳洲这个出口中国的牛肉是暴冲了65%，狂赚进了2000多亿，换算是新台币。整体来说，澳洲大概是这个出口暴增了大约30%其中针对中国是增加了65%。澳洲农业对他们来说是目前从5年前的外交低谷终于是翻身了。在这个时候，才刚公布的2025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的得主都跳出来痛批川普的贸易战根本就是自伤行为，自取灭亡。我们看到得利的包括了美国的盟友，不管是这些美农，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澳洲或者是南美洲国家，但是为什么川普自己美国却输掉了？吴老师怎么看？那个美国是大国，你刚刚讲到澳洲呢，这个算小国，大国的利益比较多层面，所以它跟世界各国都有来往，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其实外交部是最大的部会的。但是大国有这么多利益的时候，他手上有很多的等于是筹码，他如果善加利用，我们国际关系上讲，这个叫做外交，用外交当做权力工具来行使，这个来怎么样驱使别的国家来做符合他想要他做的事情。可是像刚刚岳老师讲的现在大豆快要收成，压力很大，对不对？难道大豆要收成这2天大豆成熟了，我们才知道它要收成，早就知道了嘛？这表示美国的这些怎么讲幕僚
川普政府的幕僚的水准可能变差，这很多都可以预料到的事，他们就早准备嘛，对不对？然后呢，巴西也不是只有今年才有生产大豆啊，他以前卖给谁？对，为什么以前的贸易是这种形式？现在中国不给你买，换成另外一种形式，但他难道之前都没有预测吗？所以从另外一角来看，川普政府这些幕僚的水准啊，就幕僚作业也变差了。所以呢，那各国现在都要跟美国对，美国又跟全世界各国通通在。他不把他这个权力工具拿来当胡萝卜，都拿来当棒子，每个国家都去敲打，那就有一种可能会形成重弱同盟，大家都结合起来，一起来欺负你，你都欺负我嘛，我们合起来也可以来反击你。所以美国现在麻烦真的比较大，就是这个状况呢。好，谢谢吴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